第3部分是数据对象创建，主要是利用咱们的 API 接口来创建自己的图形构件。首先，对于自己的图形构件呢，我们如果想要保存到我们的工程文件中，那么就必须要去创建自己对应的一个 schema 表，然后才能将数据保存起来。一般对于每一个专业来说，我们会创建一个单独的 schema， 然后在这个 schema 下面，然后去添加不同的表，然后来代表不同的图形构件。首先，利用我们的 XAML Editor，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test schema。然后在这个 test schema 下呢，我们可以添加自己的 cube 这样一个表。然后在 cube 这个表主要就是咱们的立方体。咱们立方体呢，主要的属性就是长、宽、高。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了3个字段长、宽、高，分别都是 int 类型，然后来保存我们的立方体的长、宽、高数据。然后这样子呢，咱们的立方体的表就添加完成了。表添加完成以后呢，我们需要在代码里面来实现这个立方体的一些造型和假点的概念。然后主要是通过继承 PP Graphic Element 这样一个类，然后重写里面的一些接口，然后来创建咱们的图形构件。对于 Cube 这个类呢，我们需要去定义它的 BP Element Class Attribute 这样一个特性，然后把这个类和咱们的 schema 表进行关联。这里面就定义它关联的 schema 和关联的表，然后对于它里面的字段也需要进行关联，然后再通过重写 create graphic， 然后来实现自己的造型，然后通过重写这2个接口呢，然后来实现假点的拖拽。然后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存取数据，也就是将我们的类的属性和我们表里面的字段，然后来进行关联。比如说我们这个立方体有长、宽、高3个属性，那对于每一个长、宽、高的保存呢，都需要把它关联到这个表里面的字段中。比如说长这个值，我们需要保存到长这个字段里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去定义它的 PP Property Definition Attribute 这样一个特性，然后定义它的字段名称是 length。这里面的这个字段名称呢，和咱们 schema 表里面定义的那个名称是必须是一致的，然后这样子数据才能得到保存。然后呢，我们需要去重写咱们的 create graphic 这个接口，然后来实现造型的绘制。在这个接口里面呢，主要就是利用咱们的 geometry 这样一个程序集 bpnet.db.geometry 这个程序集里面的一些接口，包括咱们的点、线、面、体的接口，然后来实现一些造型的绘制。我们也可以呢对它们做一些布尔的裁剪啊之类的，然后来实现一些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咱们的立方体主要是通过咱们拉伸体这个造型来实现的。拉伸体呢，主要就是针对一个截面，然后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拉伸，然后来实现的造型。所以说我们是利用咱们立方体的长和宽，然后来构造了一个长方形的截面，然后把这个截面呢沿着高度的方向进行拉伸，然后就得了咱们的一个拉伸体，然后也就是咱们的这个立方体的造型。然后造型绘制完成以后呢，那咱们的这个立方体这么一个对象其实是有了，但是为了能够对它做到能够利用假点来进行编辑的目的呢，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去重写 create point 这个函数来创建自己的假点。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立方体的每一个面的中心，然后都创建了一个假点，也就是对立方体创建了6个假点。然后我们再重写create point 这个函数，然后对于传入的假点进行移动和拖拽操作。比如说在这个每一个假点立方体的每个面的中心，我们去拖拽这个假点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说去对这个立方体的造型进行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沿着你的拖拽的方向，然后进行一个拉伸。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个假点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拉伸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实现的一个效果先。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创建了这样一个立方体，我们选中这个立方体就可以看到我们添加的假点，这是我们上立面的假点，这样左立面、右立面。比如说我们拖拽这个右立面的假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拖拽操作，然后将立方体然后拉伸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立方体造型，可以通过动态三维观察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 XAML Editor 这个插件是怎样使用的因为我们是需要的定义的是一个图形构件，它是需要一个基类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类。这个基类呢是可以在我们的软件的路径下是可以找到的，咱们的 Common 找到这样一个基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去新建一个说 Test Schema。我们新建这样的一个 schema，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schema 这儿 classes 这儿，然后添加一个表，然后咱们的 Q， 然后对这个表呢，我们需要去定义，因为它是一个图形对象，所以说它需要定义一个基类，是咱们的图形对象对应的一张表。然后把这个基类添加好以后呢，我们来添加它的字段。因为这个 cube 呢，它是有长、宽、高3个属性，我们给定义了，所以我们来添加长度，它的名称，这个字段的名称，字段显示的名称，然后还有字段的类型，字段类型默认是 string 类型，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int、num、boolean、double， 还有 datetime， 或者是 binary， 或者是 point， 还有 geometry 这样的一些类型。对于咱们的长度呢，我们选择是 int 类型。然后这样子咱们长度这个字段就添加好了，然后我们同样的再来添加宽度，然后依然是 int 类型，然后高度，同样是int 类型。那这样子呢，我们对于我们的 Cube 这张表，然后表的定义还有它字段的定义度好完成以后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保存，因为我们后面需要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使用到一个名字为 PKPM Schema 的一个文件夹，所以说我们将这个 XAML 保存在这个路径下。好，这样子我们这个 XAML 文件就有了，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XAML 文件看一下，因为它也是一个文本文件，我们可以直接进行编辑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XAML文件但是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里面它没有去定义咱们这个的一个基，咱们这个 schema 也是需要给它定义一个基类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 schema 的基类给添加上。后续如果其实你需要对这个表的，比如说我们发现它定义的属性不够，想要给它添加一个属性，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在这儿进行添加的，就是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这样的属性之类的。然后有了这个 XAML 呢，然后这个表定义好了，那怎么跟咱们的软件来进行关联的呢？因为咱们的软件其实是不会去打开这个 XAML 文件的，但是呢，我们的软件会去打开一个种子文件，其实也就是咱们的 P3D 文件。这个种子文件里面呢，就定义了我们在咱们软件里面的所有的信息，包括咱们的图形构件和非图形构件之类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这个类，然后添加咱们的 P3D 这个模板文件里边，然后我们用到这个插件里面添加文件这样的一个功能。首先，它提示你需要去选择原始的模板文件，那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现在你使用的这个软件里面这个模板文件，在这个路径下，然后我们选择 PKPM Schema 文件夹，也就是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 XAML 文件所在的路径 PKPM Schema。然后这时候呢，它会提示你选择模板文件存放的路径，也就是我们最终生成的这个模板文件，我们就把它给存放在这儿，然后替换它。然后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些配置，然后目前我们是使用默认的这种配置就是可以的，然后存在覆盖，然后我们现在创建模板文件成功了。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儿打开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模板文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 schema， 然后这是我们添加的这个 cube 这样的一个表。然后这些属性呢都是通过继承父类得到的，然后我们添加的这个长宽高这3个属性呢是在这儿。然后生成成功以后呢，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种子文件给替换到我们现在软件的这个路径下，就是我们刚刚
在软件里面选择的那个路径 template file 就是在这儿，我们需要把它给替换到这儿。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添加的这个类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在代码里面的这个类是怎样实现的。这就是咱们的 cube 类，也就是刚刚我们在 PPT 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 cube 类。这是通过继承 BP graphic element， 然后这是它定义的这个 attribute， 然后这是它定义的它的3个属性：长、宽、高。然后重写 create graphic， 然后实现它的造型。然后通过重写 create point， 然后来实现它的假点。然后这是实现假点的拖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那个 mini layout cube， 就是我们有了 cube 这样一个类以后，然后我们实例化一个 cube 类，然后我们得到我们当前的这个 model， 然后将这个 cube 对象，然后加到咱们的 model 里面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cube 对象。除了假点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立方体的属性来对立方体进行编辑。所以我们点击这个立方体，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属性栏会显示它的属性，它的长度、宽度、高度。我们修改这个立方体的长度，它这个时候呢，这个立方体的长度也会进行变化。那立方体的属性呢是怎样实现的？我们来看一下。要实现一个构件的属性，需要去继承 pp2property 这样一个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类，它主要是有 onPropertyGet、onPropertySet 和onClickButton 这3个接口。onPropertyGet 呢，主要是实现，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软件里面点击了这个构件以后，我们会获取这个构件的属性，然后展示到我们左边的属性面板里面。然后 onPropertySet 呢，主要就实现我们刚刚比如说修改了这个构件的属性，那这时候呢，我们修改的这个值会去驱动我们的图形构件进行变化。然后 onClickButton 呢，主要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在我们属性栏上面去定义一些按钮，然后实现这些按钮的一些点击事件。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roperty 这个类。这个类呢，我们需要去定义它的 BP external to attribute 这样一个特性，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特性来定义它关联的这个有了这个立方体以后呢，我们可以对这个立方体进行编辑，包括移动、复制、
移动桌移动到这儿，然后或者是复制。这样的一些操作，然后呢，除了利用假点来进行编辑，我们可以同样利用立方体的属性来对它进行编辑。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立方体，可以看到它左边展示了这个立方体的长度、宽度、高度，然后我们修改它的长度，修改长度为3000，那之后这个立方体的长度就变为3000了。那这个立方体的移动、复制这些其实是不用我们来进行实现的，但是立方体的属性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实现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通过继承 BP2Property 这个类来实现一个构件的属性。这个类呢，主要是包括3个接口，一个是 onClick button、onPropertySet、onPropertySet、get。然后 onClick button 呢，主要是实现，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需要在属性栏，然后布置一些按钮，通过实现这些按钮的一些点击事件，来实现一些功能。onPropertyGet 呢，主要是实现我们在选择这个构件的时候，我们需要获取这个构件的属性，然后并把这些属性展示到这个属性栏里面来。然后 onPropertySet 呢，主要是实现，比如说我们刚刚去修改了这个立方体的长度，然后我们这时候需要去根据这个修改的值去驱动我们的立方体进行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PP-Property 这个类，我们需要对它定义一个 PP-External-to-Attribute 这样一个特性，用它来定义它关联的构件。然后这个名称呢，是我们在 Schema 表里面去定义的那个名称，跟我们刚刚在 Cube 里面定义的这个 class name 是一致的。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重写了 onPropertyGet on 和 onPropertySet。首先是 onPropertyGet。它传入的是我们在软件里面选择的对象，可以是选择一个，也可以是选择多个。然后是这个 property list， 也就是我们左边的这个属性面板的这个 property list。通过操作这个 property list 呢，可以修改这个属性面板。那首先定义了一个 property item 的一个数组，然后我们在 property list 这里面 append 一个 group， 这个 group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儿有一个 group 1。这就是我们在这 append 的这个 group，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来实现我们对属性的一些分组。然后对于选择的构件呢，我们拿到我们选择的这个 cube， 然后我们去定义一个 property item， 然后定义它的名称是长度，定义它的值是这个 cube 的这个长度。然后我们把这个 item， 如果我们选择是多个的时候呢，这时候会定义一个多值，会把这个 property 的这个值设成 multi-value。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选择多个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宽度呢，同样是类似的，然后还有高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把咱们定义的这些 property item 都 append 到我们的这个 property list 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 property list 里面去展示我们在这儿定义的这些长度、宽度和高度。然后是 onPropertySet，onPropertySet 呢，它同样的是传入给你选择的这些构件，然后这个 index 呢是代表的是你修改的是这个 property list 上面这个属性在上面是第几个值你修改了，然后这个是传给你修改的这个 item。同样我们对于获取到我们选择的这个构件，然后如果判断它是修改的是哪一个值，如果它修改的是长度，也就是第0个值，那我们去拿到通过这个传入的这个 item， 我们拿到你修改以后的值，我们把它赋给我们这个 cube 的这个长度、宽度，如果是修改的是宽度也是一样，还有高度。这个时候呢，这个 cube 被修改以后，我们通过调用这个 cube 的 replaceInModel 这个接口，我们去刷新我们的构件，然后呢，这构件的这个造型就会得到修改。然后这个 onClick button， 因为我们目前在 Cube 里面是不需要的，所以说我们没有进行实现。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如果选择的是多个，比如说我们选择了2个立方体，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选择2个立方体的长度是不一样的，说长度这个值是灰显的，是不能进行修改的。然后宽度和高度2个值是一样的，所以说可以修改的。比如说我们修改它的宽度。然后这样2个立方体的宽度就进行了修改。那以上呢就主要是咱们数据对象创建这样这个部分。